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孩，她身穿着囚服，手脚戴着镣铐。半个小时之后呢，她将会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。面对镜头，她异常的平静，甚至有一些麻木。然而，当记者提起她的男友的情况的时候呢，女孩突然抬起头，眼神里第一次有了光。为什么第一反应要问他的结果？不知道。就像你昨天说的，希望他能留下来，你如愿让他留下来了。真的。为什么会那么高兴？他判了缓刑。他叫郭爽，这是2008年冬天河南郑州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小时。为什么一个即将赴死的女孩会因为男友活下来而喜极而泣？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？这段被称为刑场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情背后，又隐藏着怎样曲折、黑暗、令人唏嘘的真相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当时轰动全国的情侣杀人案。2006年的9月30日下午5点左右，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和明里路交叉口附近，一声凄厉的叫喊声划破了傍晚的宁静。路人惊恐地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从一辆本田汽车里跳出来，他的脖子和手腕处鲜血淋漓。他没跑几步呢，一个手持铁锤的年轻男子从后面追了上来，朝着他的头部猛击了数下，男子倒地再无声息。凶手迅速地返回车上，车子疾驰而去，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的时间。警方赶到的时候，受害者已经当场死亡，他身上的公文包并没有被翻过，贵重物品也是完好的，排除抢劫的可能性。致命伤有2处，颈部的大动脉被利刃割伤，头部遭到了钝器的重击，手段残忍，初步判断是仇杀。死者的身份呢，很快就得到了确认，受害者叫做方伟昭，41岁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事处的处长，更是一位拥有耀眼的履历的海归博士。他的经历堪称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模板。1965年，他生于河南省的一个贫困农村，18岁时考入了河南医科大学，一路攻读到同济大学的肝胆外科博士。1999年赶赴美国，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、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，曾经是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，妻儿都在美国。2004年，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回国，任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、特聘教授。2005年，竞聘成为了医院的人事处处长。一位前途无量的高端人才为何会惨死街头呢？警方调查迅速展开，一条关键性的线索浮出了水面。根据受害者单位的同事说，案发当天下午，一名年轻女子曾经怒气冲冲地闯入了方伟昭的办公室，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女子离开之后不久呢，方伟昭就驾车离去，之后就发生了命案。这名女子正是方伟昭的前任助理郭爽。郭爽1983年出生，郑州本地人，大专学历。2005年，他通过同学介绍进入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人事处，成为了一名临时工。他的直属领导就是方伟昭。因为一个同学，然后在医院，以前在医院上班，就看见招聘嘛，然后就给我打电话，然后我就到医院人事处去投了份简历，然后在那之后就一直在医学院人事处帮忙。在同事和郭爽自己的最初印象里面呢，方处长呢是业务水平过硬，对待下属和善，是个值得尊敬的好领导。然而，一切在2006年的2月26日这天的晚上彻底改变了。那天是方伟昭的生日，部门同事聚餐庆祝，在酒桌上涉世未深的郭爽被不断的劝酒，几轮下来就是醉得不省人事了。他最后的记忆呢是坐上了一辆车，有人说要送他回家，结果第二天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浑身赤裸，躺在了方伟昭家的卧室床上。郭爽后来回忆说，世界仿佛都塌了，他心目中那个完美领导的形象瞬间的粉碎。他穿上衣服之后呢，想要逃走方伟昭马上拦住了他，反复的向他道歉，并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承诺。他说，我会补偿你的，帮你解决医院的编制问题，让你成为正式员工。对于一个没有背景、没有学历的临时工来说呢，编制就意味着铁饭碗、稳定乃至全家人的希望呀。这个诱惑太大了，尽管内心充满了厌恶和羞辱，郭爽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报警。
他在后来的采访当中说，现实太残酷了，我当时在人事处，我知道所有人进医院找份工作都要托人花钱，上面没有人的话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人家一巴掌就能把你拍到底，想扔出去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他选择了沉默，并且和方伟昭保持一种畸形的地下情人的关系。之后呢，方伟昭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都给他一些照顾，送他礼物，而郭爽呢，则用顺从来换取那个看似近在咫尺的编制的承诺。然而，这份交易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，方伟昭根本就没有打算，也可以说未必有那个能力能够兑现诺言。2006年的7月因为单位内风言风语，方伟昭将郭爽调离了人事处，去了财务处。不久呢，郭爽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他给方伟昭2个选择，要么结婚，要么立刻解决编制问题。方伟昭2者自己都做不到，他哄骗郭爽说，下个月医院有转编的名额，但是呢，你必须得先打掉孩子，否则未婚先育会影响审查的。郭爽就信了，独自去小医院做了人流。1个月之后呢，郭爽参加了医院的招聘，果然他成为了被录用的149名护士之一。但是他仍然被骗了，因为这份工作呢仍然是合同制的，合同期只有1年，并非编制。而且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，工作被调到了最辛苦的外科病房。郭爽因此非常的愤怒，他质问方伟昭，结果只有无尽的搪塞和敷衍。郭爽没有办法，就退了一步，他想调到清闲的岗位。为了避免流言蜚语呢，方伟昭不可能将郭爽再调回人事处，而之前财务处的那个职位已经有人顶替了，所以现在回去也是不可能的。方伟昭曾经的口头承诺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。就在郭爽最痛苦、最迷茫的时候呢，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18岁的男孩王子健，一个比他小5岁、正在读高2的男孩。王子健单纯热烈，对郭爽是一见钟情，并且展开了追求。郭爽在方伟昭那里感受到的全部都是虚伪压迫，而在王子健的身上呢，他找到了久违的真诚和温暖，2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恋人。这段恋情的开始，也就成为了郭爽和方伟昭关系的终点。郭爽开始疏远和抗拒方伟昭，而方伟昭呢，也察觉到了郭爽的失控，于是他动用了自己的权力，想要甩掉郭爽，以郭爽尚在试用期为由，将他给开除了。这一举动就成为了压塔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工作没了，承诺成空，白白受了委屈，积压已久的怒火彻底点燃了郭爽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自己的小男友王子健，本以为王子健会嫌弃他，没想到呢，这个18岁的少年听完之后怒火中烧，年轻气盛呢，他还扬言要给方伟昭一点颜色看看。一边是女友哭诉的委屈，一边是少年为爱冲动的血气悲剧的齿轮就开始疯狂的转动了。2006年的9月30日下午4点，郭爽来到了方伟昭的办公室，故意高声争吵，引来同事们的注目。方伟昭怕事情闹大了，同意出去谈，3个人就上了方伟昭的本田车。方伟昭问这个少年是谁，郭爽说王子健是自己的表弟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。车子开到了偏僻处之后呢，双方开始了谈判。郭爽要求3天之内必须解决编制问题，方伟昭果断拒绝，说这是不可能的，并且呢，他还不知死活的讽刺2个小年轻。争吵当中，后座的王子健掏出准备好的手术刀，划伤了方伟昭的脖子和手腕。求生的本能让方伟昭爆发出了力量，他推开了车门，狂奔出去，并且大声的呼救。王子健持铁锤追上对着他的头部猛击，方伟昭倒在了血泊当中。2人驾车逃离，在郊区将本田车浇汽油焚毁。他们买了去新疆的火车票，想要亡命天涯，但是仅仅3天之后呢，警方就在郑州火车站将2个人抓获。在审讯当中呢，2个人都将事情往自己身上揽，想让对方能够得到轻判。2007年的8月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郭爽和王子健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。案件本该到此就结束了但是呢，舆论却因为这个案件复杂性的闹得是沸沸扬扬。许多人认为方伟昭作为始作俑者，品行不端，郭爽也是受害者，量刑是否过重了呢？而且王子健年仅18岁，为爱冲动，罪不至死。在死刑复核阶段，郭爽试图翻案，他将所有的罪责揽到自己的身上，声称自己教唆预谋，想与方伟昭同归于尽。但是现场的痕迹与他的身体力量不符，翻供未被采纳。不过王子健的年龄成为了免死牌，
2008年的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校准对郭爽的死刑，将王子健改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。问什么？问王子健了吗？为什么第一反应要问他的结果？不知道。就像你昨天说的，希望他能留下来，你如愿了，他留下来了。真的。为什么会那么高兴？他判了缓刑。然后王子健昨天有话，其实他也不知道结果，但是他有话让我带给你。他说，对你们这2个年轻人来说，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。但是他让我转告你，他说他到现在都真心喜欢你。那个他还说，其实你不是你欠他的。他说，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完全可以自己来选择去做还是不去做，但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说不怪你，只怪他太无知，只怪你们2个对法律太无知了。在后续的民事赔偿诉讼当中呢，又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方伟昭抛妻弃子，放弃美国的国籍，回国报效，实际上就是一场骗局。方伟昭他并未离婚，他的妻子一直在美国，2个人只是分居而已。他在哈佛医学院工作期间呢，曾经卷入了一起性骚扰的案子，对象是一名年轻的护士。调查尚未完成，他就匆匆忙忙地逃回中国，把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妻子。他很可能就面临着绿卡被取消，而非主动的放弃美国绿卡。之所以回国呢，是因为美国那边他实在混不下去了。方伟昭实际上呢，就是一个利用职权欺压下属、满口谎言、道德败坏的伪君子。郭爽在采访结束30分钟之后被执行了死刑，年仅24岁。王子健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后来死缓改成了无期，又经过多次的减刑，最终的刑期为23年7个月。根据官方的通报，他的出狱时间为2031年。届时呢，他已经是43岁了，可以说他整个青春都将在铁窗当中度过。方伟昭葬身于自己种下的恶果之下，死后的他的光环破碎，名誉扫地，3个本应该有着不同未来的人生以最惨烈的方式交织毁灭。郭爽的眼泪不仅是为了爱情而流，更是为了无法挽回的错误，为被牵扯的无辜恋人，为永远无法弥补的父母而流。从受害者到加害者，他的路走错了最关键的几步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，法律是冰冷而公正的，它不会因为起因值得同情就宽恕夺走生命的结果。敬畏法律就是敬畏生命，其中也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愿这样的悲剧呢不再重演。感谢收看，别忘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